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个清华女硕士和她家人的离奇案件。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在10年时间里却接二连三发生悲剧，甚至有人传言这家人被下了诅咒。对着镜头，父亲更是用尽全力地说道：“我哪怕豁出自己这条老命，也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开篇之际，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就是这位表情看起来非常痛苦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做唐英。根据资料，唐英此前是中国北京某个中学的教师。他靠着多年来的教书育人，不但桃李芬芳满天下，而且家里2个女儿也非常的优秀。大女儿名字叫做唐洁，小女儿名字叫做唐静。姐妹俩是双胞胎。从照片来看，2人都长得非常端庄，给人一种非常踏实还有贤良淑惠的感觉。父亲唐英表示，姐妹俩关系非常要好，一起长大，一起在学习上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还经常主动帮母亲干家务活。周围邻居都非常羡慕自己有2件贴心的小棉袄。而在2000年时，2个女儿参加高考，双双被重点大学录取，其中小女儿唐静还考到了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父亲唐英告诉记者，在放榜结果出来后，自己通知了很多亲戚到家里聚餐庆祝，当时家里非常热闹。作为孩子的父亲，那一刻自己的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然而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也喜欢附送厄运。就当2个女儿进入大学校园后不久，唐英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诡异的厄运似乎一直徘徊在他家门口，期间还多次到他们家里做客，离开时还不忘带走一些无比珍贵的东西。唐英表示，在2002年时，妻子突然服农药自杀。事情发生后，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妻子为何会不辞而别。因为结婚之后，2人虽然有过争吵，但也是床头吵架床尾和。自己一没虐待家人，2没奸淫作恶，家里条件也不是说穷到没米吃饭，妻子怎么就突然患上抑郁症，突然自杀呢？女儿被名牌大学录取，妻子却突然不辞而别，一悲一喜。短短几年时间里，唐英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在周围人的开导下，唐英从妻子自杀的阴影里逐渐走了出来。他觉得做人要向前看，自己还有女儿，此时的自己不仅仅是一位父亲，更是女儿的依靠还有希望。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唐英就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破碎的家庭总算开始有了重圆的感觉。2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大女儿唐洁在经过激烈的厮杀后，成为了北京的公务员，在专利局工作。平时的工作任务也非常轻松，朝9晚5，待遇丰厚。小女儿唐静则被世界500强企业 IBM 聘用。除了稳定的工作，2人也都找到了各自的人生伴侣，即将组建自己的家庭。然而就当唐英以为自己总算能够安稳度过下半辈子时，死神又带着镰刀悄悄地来到了他家门口。2009年时，大女儿唐洁开始频繁失眠，也许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又也许是其他原因。总之那段时间，她整个人的情绪非常低落。对于这件事情，父亲作为过来人觉得，女儿毕竟是刚出社会，可能是在事业上过于着急，想早点干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加上又是在人才济济的北京，要是没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女儿可以像之前那样把压力转为动力，迎难而上。而这一次事情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因为女儿被确诊出患有抑郁症。看着唐洁茶饭不思的消瘦模样，父亲唐英就仿佛看到了昔日的妻子，因为8年前妻子在自杀前的表现和女儿的状态几乎如出一辙。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给唐英带来了深深的恐惧。天旋地转之间，他明白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抓住亲人，不能像当年那样白白错过了挽救妻子生命的机会。所以只要一有空，唐英就会给女儿发短信或者打电话，还经常到女儿住所看望她，
给她做最喜欢吃的菜。而让人遗憾的是，唐英手上那把菜刀还是敌不过死神手里的那把镰刀。2010年5月26号，大女儿唐杰在工作单位大楼一跃而下，而这一跳在带走一条宝贵生命的同时，也带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刚从阴影里走出来的唐英，因为女儿的突然自杀，又陷入了黑暗。明明都已经控制住了病情，怎么女儿还是突然跳楼？一番了解后，周围人都认为唐杰的死在于她没有按时服药。治疗时，医生也明确说过，唐杰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停药的。在为女儿因抑郁自杀痛惜的同时，父亲唐英也不断反思，因为女儿和前妻的死都和抑郁症有关，难道说这是一种遗传病吗？唐英咨询了相关医生，但医生表示，就目前的临床经验来说，抑郁症不会通过基因遗传，而更多的影响因素在于环境还有经历。比如说，有些人在童年时被虐待，或者接二连三受到严重打击。而对于你大女儿的自杀，大概率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过早去世，又或者是说工作压力过大。听到医生这话，父亲唐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女儿唐静。要知道，此时的唐静心里已经受了2次亲人离别带来的痛苦，一次是亲生母亲，一次是亲姐姐。唐英仔细咨询了医生，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医生给的建议也很简单，平时多和你女儿接触，观察她的心理状态，可以适当进行一些放松心态的活动，例如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不要总是困在相同的环境里，尽量不要在家里放置过多去世亲人的物品，避免睹物思情。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唐英过的是胆战心惊，甚至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害怕。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2年。正当唐英以为自此平安无事时，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大女儿去世2年后的2012年5月26号，这天是大女儿的忌日。这天，唐英接到了小女儿的电话，期间女儿说自己压力很大，最近总是失眠。拨断这个电话，住所里又多了一个压力山大的人，那就是父亲唐英。不同于上次，这次唐英家面对死亡考验时，有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唐静的一位男同学，准确的来说是男朋友。这个小伙子名字叫做赖俊，也在清华大学就读。在一次社团活动中偶然认识的唐静，赖俊表示，当自己第一眼看到唐俊时，就觉得这女孩是自己的菜。而在荷尔蒙的加持下，赖俊就展开了激烈的爱情攻势。从开始要联系方式，到送唐静回女生宿舍，再到牵着她的手一起向室友撒狗粮，2个人的关系进展非常的迅速。而对于这位小伙子，父亲唐英表示自己对他还是很满意的，最起码他对自己女儿确实很好。有一次来到家里后，看到唐静还没起床，就主动帮她倒尿盆，因为当时唐静家住在平房，为了方便，在晚上时会在房屋里留个尿盆方便。在经过5年的恋爱长跑后，唐静和赖俊2个人就在2008年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接受记者采访时，唐英表示，赖俊曾给自己发过这样一条短信：我会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会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男人有这份责任和担当，贫穷和富贵又算得了什么呢？而现在的唐英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相反，他觉得正是自己的这个决定害了小女儿。因为就在小女儿出现抑郁症的3个月后，女儿的情况急转直下。2012年8月26号这天，唐静被医生诊断为2级重度精神病。医生给的建议非常直接，严防自杀。看着这份诊断书，唐英的心快提到了嗓子里。而在8月28号下午6点时，悲剧还是发生了。唐静从自家27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对于唐英来说，这已经是他失去的第3个至亲。从妻子到大女儿再到小女儿，10年时间里，他办了3件丧事，伤口被一次又一次的撒盐。葬礼之上，看着女儿的尸体，他怎么也无法接受。小女儿自杀时，唐英已经来到60岁，花甲之年却收到这样一份噩耗，唐英心里的伤痛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何面对记者采访时，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样，甚至连说话都有点吃力。
悲痛之余，唐英还是想问，医生已经明确警告过要严防自杀，可为何唐静还是在眼皮底下自杀了呢？他仔细回忆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为了求证自己的猜想，他趁女婿赖俊不注意时偷走了女婿手机的内存卡，并将上面的内容拷贝到电脑。然而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他认为女儿唐静的死和女婿赖俊有直接关系，女婿的不作为是把女儿推向断崖的最后一把手。唐英告诉记者，自从获悉小女儿唐静被确诊有抑郁症后，自己就一直催促女婿要带她到医院接受治疗，而女婿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拒绝自己，例如说自己工作很忙。其实这个原因自己也能理解，毕竟女婿这个年纪是打拼事业的重要节骨点。可是后来女婿却直接说，不要过多干预唐静，不要总是让她去医院，给她过多压力，要让她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事实证明，不干预的结果就是女儿的突然跳楼。而更让唐英气愤的是，他发现赖俊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因为在他的手机里有很多段和不明女性聊天的记录。唐英的现任妻子告诉记者，赖俊经常和这些女人在大半夜时聊天，而且双方聊的都不是工作上的事。试想一下，一个已婚的男人和其他异性在大半夜聊生活问题，这显然不合适。而之所以会把这些事拿出来说，是因为唐英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你既然有时间和其他女人在大半夜聊生活，那你为何没时间带我女儿去看病？难道你妻子生死攸关的病情，在你眼里真的不值一提吗？在岳父唐英看来，赖俊延误女儿病情的治疗也就算了，可随后他做的一件事更是让人无法接受，就是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自己女儿的死亡。唐英表示，在8月26号这一天，医生为女儿诊断时，赖俊也在现场。当时医生就直接开了重药，因为当时唐静的病情非常严重，自己和赖俊也被医生反复多次叮嘱要严防患者自杀。而在2天后的8月28号，赖俊在把唐静交给自己母亲后，就直接出了门。那天下午，趁着婆婆不在意，女儿就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在里面待了足足2个小时。下午4点进入自己卧室，然后傍晚6点就跳楼。唐英始终无法理解，女儿把自己关在卧室这么久，为何她的婆婆都没有察觉到异常？或者说，这期间她为何不打电话告知赖俊，又或者打电话告知自己？唐英的现任妻子认为，赖俊压根就没有重视唐静的病情，如果真的重视，他不会在这么重要的时间点选择出门。从最开始，如果说赖俊不知道唐静有病，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岳父已经多次提醒他，他也知道唐静姐姐和母亲的先例，但凡赖俊把唐静当作亲人照顾，那他就一定会重视。不管唐静有没有出现异常，都得去医院找大夫检查，不怕1万就怕万一，这才是一个丈夫一个亲人应该做的事情。女儿唐静出事之后，父亲唐英是越想越气，他觉得自己女儿的死和女婿赖俊有很大关系，最后一纸诉状就将女婿直接告上了法庭，还提出了民事赔偿。而对于外界讹钱的传言，唐英的现任妻子就表示，那关于这个案子，他们的核心诉求并不是赔偿，而是希望为唐静这条生命讨回公道。其实作为外人，我们可以理解唐英作为父亲的感受，但是对于女婿赖俊来说，大家肯定会问，在妻子病情如此严重的时候，他还出门，他真的是没有把唐静当作自己亲人吗？难道他就真的不知道抑郁症的可怕吗？那针对这些问题，赖俊呢有自己的解释。2014年4月2号，针对这个案子，北京法院就召开了第1次庭审。法庭之上，唐英就认为女婿赖俊早就获悉了女儿有抑郁症，自己也多次催促他要带女儿去医院接受治疗，可是女婿赖俊却只带女儿去看过1次医生，在家里也没有对妻子进行有效看护。事情发生后还诽谤和侮辱自己，期间导致自己2次住院。要算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赔偿费等各项费用，他就要求赖俊做出8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而对于岳父这个要求，赖俊是既气愤又委屈又无奈。他直接说道，当一个至亲去世之后，
难道其他亲人就可以联手把这个责任栽赃在别的亲人身上吗？可是妻子的父亲谭英却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他觉得女婿根本就没有认真照顾妻子，而且有很多事情能够证明赖俊和自己女儿之间的感情并没有他口中说的那么好。可是赖俊反驳说，如果能够挽救自己妻子，那他愿意一命抵一命。他表示在妻子生前的最后3个月，自己一直在山东威海赶项目，可即便如此，每到周末自己还是会飞回北京，到了周日又飞回威海。如果自己真的不在乎妻子，怎么可能如此舟车劳顿在两地之间跑呢？至于自己和妻子在感情上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5年恋爱，4年夫妻，两人一直就是朋友圈里的恩爱模范。赖俊还补充说，反倒是岳父在一些事情上的做法让人实在无法接受。在2012年7月底时，妻子因为工作不顺心，感觉到压力很大。自己当时了解之后，就直接跟妻子说，工作是老板的，生活是自己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工作，那我们就换。而且况且你还是清华硕士，学历和能力都摆在这里，如果你想放松一段时间，那也完全没有问题，赚钱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可是岳父获悉之后，却对妻子说，你把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干成了，那你的能力才会有提高。当然，无论赖俊说的再动情，唐英始终认为女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证明自己对妻子的爱，赖俊就拿出了妻子自杀前写下的遗书。遗书中，唐静表示自己抗压能力很差，怕自己这样下去会给亲人增加压力。同时，她还提到了婆婆和丈夫对自己很好，但是自己只能来生再来报答。那实际上，赖俊和唐英都是非常在乎唐静的病情，只是两个人采取的治疗方向不太相同。父亲唐英呢，由于经历过2次至亲分离的痛苦，所以他就非常害怕唐静会重蹈覆辙。为了救孩子的命，他选择的办法是不停地劝说女儿，不停地催促女婿带女儿去看病。但是对于女婿赖俊来说，他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一个人在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外部治疗手段是很难根治的。再加上妻子和自己都是清华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向来就很严格，只有鼓励妻子让她自己走出来，才是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调整方式呢，包括让妻子多休息，保持心情舒畅，而不是像岳父那样整天在妻子身旁唉声叹气。就像那天的情形，岳父不但渲染抑郁症有多么可怕多么恐怖，会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妻子真的要死了那样。为了更好的开导妻子，赖俊其实也花了很多心思，例如在手机上组建了一个聊天群，把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拉进群里，大家约定在空闲时会在群里聊聊天。而他自己平时呢，也会给妻子发一些心灵鸡汤，或者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试图用精神方面的治疗代替药物上的治疗。事发后，有记者采访了唐静的亲朋好友，大家都觉得唐静确实非常优秀，不但拥有清华硕士的优秀学历，在工作能力上也非常出色。在 IBM 工作期间，连续6年获得了公司的奖项，还用课外时间进修，先后通过了 CMA 还有 CFA 的资格考试。但有个不是缺点的缺点，那就是唐静这个人非常的要强，很要面子，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解决，最后实在无法解决才会找别人帮忙。而对于自己母亲还有姐姐自杀的事情，他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一次谈起母亲时，唐静也只是眼角有一点泛红，并且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她平时看起来很开朗的一个女孩，原来这些年一直都在默默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还有痛苦。而对于自己抑郁症的事情，唐静一直认为是自己工作压力太大。就像丈夫赖俊说的，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无论在生活还是在生命上，他们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在向公司请假时，他也没有告诉公司自己患抑郁症的事情。相比较于家人离世的痛苦、忧郁病情的折磨，唐静更喜欢活得有尊严。这就是为何他会在遗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抗压能力很绝望。2014年7月30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他们认为死者丈夫赖俊的行为不存在过错，而且与妻子的坠楼死亡也不存在因果关联，所以就驳回了死者父亲唐英的所有赔偿诉求。那逝者已逝，生者安息，希望在世的人都能坚强地活下去。说到最后，小袁还是要说一些话。
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会突然患上抑郁症？那真的是仅仅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吗？我是小袁，我们下期再见。